刚认祖归宗，被亲生父母带进集团当清洁工那天，在集团总部担任副总的贾千金从公司顶层纵身跃下。爸妈，我只是想留在你们身边，从你们眼里哪怕一点微光也好。既然他回来了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贾千金没死成，但摔断了双腿，半身瘫痪。生母抱着她哭到呕血，猩红着眼指着我骂道：“你这个灾星，你一回来就逼死他！”生父也冷眼看着我，语气没有半分温度。你不该回来，毁了这一切。我那个名义上的总裁未婚夫顾景池，西装笔挺地站在病床边，看向我的眼神淬着冰。宋芝，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说若那么柔弱，你怎么忍心和她抢？我冷笑，一开口就是地道的东北大碴子味，嗓门亮的能穿透病房的哭声。抢啥？抢他偷来的副总位置，还是抢你们这掺了水的破偏爱？刚被亲生父母从东北接回豪门的第一天，他们塞给我一套保洁服，让我在徐氏集团总部擦地板。顾名思义，先从基层做起。但我没想到，抹布刚拧干，就有人喊我一起去吃瓜。顶楼有人要跳楼，快叫保安！我跟着人群冲出去，抬头就看见徐若若那朵小白花穿着香奈儿套装站在顶楼边缘。徐若若回头看了一眼，眼神扫过楼下惊慌的人群，随后她闭上眼睛，纵身一跃。我知道她死不了，她计算的精准，不偏不倚，摔在提前铺好的气垫上。这是在演短剧呢？这公司还有这业务？若若，我的若若啊！徐父脸色铁青的跟上去，路过我身边时，冷冷瞥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像看垃圾。宋小姐，请上车，老爷让您去医院。VIP 病房里，消毒水味混着香水味。徐若若躺在病床上，双腿打着石膏，脸色苍白如纸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爸妈，我只是想留在你们身边，做你们眼里哪怕一点微光也好。既然姐姐回来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这个灾星，你一回来就逼死他！我拎着保洁桶，穿着工作服，像个误入豪门剧的临时工。徐父也转过头，眼神冷得像冰。你不该回来，毁了这一切。宋芝，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说若那么柔弱，你怎么忍心和她抢？抢啥？抢他偷来的副总位置，还是抢你们这掺了水的破偏爱？病房里瞬间安静，连徐若若的抽泣都卡了壳。我今个刚穿上这身皮，连他办公室门都没沾着，咋就逼得他跳楼了？咋的？我拿拖把隔着20层楼逼他跳的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？你们可真有意思，把鸠占鹊巢的白眼狼当掌上明珠，把亲闺蜜扔去扫厕所不说，还跟着外人一起埋汰我。咋的？觉得我穿保洁服就好欺负啊？告诉你们，我宋芝可不是软柿子，东北姑娘的暴脾气，今儿个就给你们亮亮。宋芝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我注意个屁！他徐若若想当微光，我看是想当吸血的蚂蟥。这徐家的东西家产，以为我稀罕是吧？我本来在东北过得好好的，是你们非得拿着 DNA 鉴定书，哭天抢地把我哄来。现在又玩这套，你们可真逗！这亲谁爱认谁认，老娘不伺候了。走了就别回来，求之不得。几个护士躲在护士站探头探脑，举着手机偷拍。我大步流星往外走，听见他们小声嘀咕：“这真千金过户啊！徐家也太离谱了，亲闺女当保洁。刚才跳楼那个是贾千金吧？演得跟真的一样。”我没搭理，径直下楼，拦下一辆出租车。这豪门谁爱要谁要，老娘不稀罕。回东北撸串去。3个小时，我回到我的黑土地。飞机刚落地，徐母就发来一条免打扰通知。若若需要静养，你暂时别联系我们，等她情绪稳定了再说。什么玩意儿？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拉黑。刚收起手机，就听见熟悉的大嗓门：“闺女，这儿呢。还有我的宝，受委屈了吧？瞅这小脸，都瘦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2人身后停着一辆锃光瓦亮的奔驰大 G， 车牌号5个8，司机是个憨厚小伙，咧嘴一笑：“走，回家。”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车里暖烘烘的，还飘着烤地瓜的香味。饿了吧？妈给你带了烤地瓜，还热乎乎呢。甜。车子驶上高速，窗外是黑黢黢的田野。爸妈，我啥也别说，那破豪门咱不稀罕。你妈说的对，咱家闺女用不着受那委屈。就是让他们看看，离了他们，我闺女能活得更风光。
车停在一栋气派的3层小楼前，院子里亮着暖黄色的灯。到了，这是咱家的地。万亩，今年种的有机玉米和大豆，收成好着呢。那边还有300亩大棚，种的反季蔬菜，直供省城超市。咱家还有32家烧烤连锁店，市里10家，省城20家，外地还有2家，都是你的。夜风吹过，带着泥土和秸秆的味道。宋芝站在原地，眼眶微红。这才是家，真真正正、踏踏实实的家。闺女，咱不想那些糟心事儿。明儿个妈带你去店里学管账、学经营，咱家的买卖以后都得交给你。同一时间，800公里外，徐若若坐在轮椅上，腿上打着石膏。若若，冷不冷？妈去给你倒杯热牛奶。妈，姐姐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？她怎么能这么说走就走？傻孩子，别提那个没良心的，他就那脾气，从小在乡下也惯了。你放心，爸妈永远只认你一个女儿。景池今天提议该给你一些集团持股，让你安心，你觉得呢？爸，我都听您的，只是姐姐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更生气？他生气，他有什么资格生气？若若，你就是太善良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明天若若跟我去公司一趟，坐轮椅去，得让那些人看看谁才是徐家该心疼的女儿。次日，徐若若坐着轮椅被徐父亲自推进来，周围围满了嘘寒问暖的员工。徐副总好。若若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大家关心，就是有点想姐姐，不知道她在东北过得好不好。若若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那种乡下来的根本不配当你姐姐。就是，你看她昨天那副泼妇样。不远处，顾景池站在角落，听着助理汇报。顾总查到了，宋芝小姐的养父母是宋大刚和李芳红。谁？另外，昨晚宋小姐回东北的航班是经济舱，但接她的车是奔驰大 G， 车牌5个8。顾景池盯着屏幕，指尖微微收紧，抬眼看向远处的徐若若，脑海中浮现宋芝摔门而出的背影。这亲，谁爱认谁认。那么干脆，那么不屑。顾总知道了，另外去查一下昨天那段视频是谁发到群里的。是。徐若若抬头，正好遇上顾景池的视线。店内人声鼎沸，炭火滋啦作响，肉香四溢。宋芝系着围裙在柜台后忙碌。东北的傍晚，烟火气最抚凡人心，直到哟，稀客啊！店内原本人声鼎沸，随着徐家4口人的闯入，瞬间陷入死寂。徐若若手撑着扶手，做出艰难挣扎想要站起来的样子。姐姐，我和爸妈来接你回家，那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冲动，害你被误会。哎呦，若若你别动，腿还没好呢。芝芝，你看若若都这样了，你还不能原谅她吗？跟我们回去，妈给你安排个文职，坐办公室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别在这种地方干活。这地方咋了？埋汰你们了？我这烧烤店一天流水顶你们公司一个部门，瞧不起谁呢？宋芝，若若都亲自来道歉了，你适可而止。徐家给你的是体面，你非要在这烟熏火燎里自甘堕落。我特吗？体面？让我扫厕所叫体面？你们4个现在立刻马上从我这烟熏火燎的地儿滚出去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宋芝，我们是给你台阶下，你这样不识好歹，以后徐家的遗产1分都没有你的。可拉倒吧，留着给你们宝贝若若买轮椅吧。服务员后厨冲出2个胳膊比腿粗的彪形大汉，像铁塔一样挡在徐家人面前。这桌不接待，送客。景池，姐姐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？咋的？欺负我们东北闺女啊？穿的人模狗样，办的不是人事。就是亲闺女扔去扫厕所，倒把个假的捧上天，啥玩意儿啊？还遗产？呸！谁稀罕？闺女，咱不跟他们走，在咱东北，烧烤管够，地管够，不受那窝囊气。店内食客纷纷附和，群情激动。你就这么对待父母？父母把我当保洁使唤的父母，把我当灾星骂的父母，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赶紧滚，别耽误我客人吃饭。2名大汉往前逼近一步，顾景池咬紧牙关，抱起徐若若转身就走，狼狈离去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大家继续吃。今儿个每桌送1盘毛豆，我请。老板娘提气。打烊后，宋芝趴在柜台上算账，眼眶微红。闺女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觉得他们咋能这么不要脸呢？有些人呢，心是歪的，看啥都是歪的，咱不跟他们置气啊。
宋芝躺在床上刷手机，手机叮叮当当响个不停，微信炸了，全是朋友发来的惊悚链接。这真千金对得上，一家人什么玩意儿？若若小姐姐都坐轮椅了，真千金还得理不饶人。楼上圣母吧，没听见真千金说被逼着扫厕所。只有我注意到真千金家的烧烤店这么大吗？这是宋记烧烤啊，东北连锁巨头。我操，还真是，我家楼下就有一家，天天排队。所以真千金是隐形富豪，徐家让他扫厕所。哟，我也成网红了。他往下翻，又看到一条财经热搜：徐氏集团股价波动。徐氏集团因家庭丑闻影响，今日股价下跌3%，小股东质疑管理层家风。这就跌了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爸妈是无辜的，求你回来吧，若若。宋芝面无表情，直接拉黑，顺手将徐家所有号码全部拖进黑名单。清静。徐若若坐在轮椅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顾景池背对着她站在窗前，手机屏幕亮着，正播放着烧烤店的视频。景池，我真的只是想接姐姐回家，我不知道她会那么生气。那个宋芝就是故意的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们下不来台。若若都这样了，他还……够了！你为什么要去烧烤店？我只是想让姐姐原谅我。是吗？那为什么偏偏挑店里客人最多的时候去？为什么坚持要坐轮椅进去？为什么一进门就要挣扎着站起来？景池，你怀疑我？你们休息吧，我回公司。门咔嗒一声关上，徐若若盯着那扇门，手指死死抠着轮椅扶手。若若，你别难过，景池就是一时糊涂。妈，姐姐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？第二天一早，我的手机震疯了，不是电话，是各大 app 的推送轰炸。热搜前5，我家烧烤店独占3席。好家伙，这都炒出10万楼了。真千金对得好，这家人太恶心了，亲闺女当保洁，假闺女当诅咒，什么三观？点赞麻烦哟，群众眼睛是雪亮的。若若小姐姐都坐轮椅了，真千金还得理不饶人，心太狠了吧！笑死，圣母又来了，跳楼是她自己跳的，腿是她自己摔的，关真千金屁事。只有我注意到真千金家烧烤店这么大吗？那是宋记烧烤啊，东北连锁巨头。我操，我去查了，宋记在东北有32家店，家家火爆，还有万亩黑土地。所以这根本不是真千金回豪门，是公主下凡体验生活。徐家让他扫厕所，我现在觉得徐氏集团要完。这哪是真千金，这是财神爷亲闺女吧？徐家是不是瞎？我现在相信真千金说的了，我家一天流水顶你们一个部门，只有我馋烧烤了吗？呵，跌得漂亮。与此同时，800公里外的徐氏集团气压低得吓人。查，给我查，是谁在背后搞鬼？徐总已经让公关部去处理了，但是股价一直在跌，小股东那边意见很大。喂，老徐，你看微博了吗？他们都在骂我们，还说若若是……闭嘴，管好你自己，别再给我添乱。宋大刚，万亩黑土地，32家连锁店，当初只查到是做小生意的，谁知道是这种小生意？徐总、顾总来了。3个合作方今天早上同时提出暂缓合作，理由是徐氏集团管理层家庭纠纷影响公司形象。另外，若若发了条微博。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姐姐回来了，我应该主动离开的，可我还是懦弱的留下了。我会离开徐家，成全他们，请不要指责姐姐和爸妈。配图是轮椅侧影，阳光度光，眼泪将落未落。评论区以3万条评论。若若小姐姐太善良了，抱抱。真千金凭什么逼你走？你也是徐家养大的啊。只有我觉得这条微博查理查气吗？楼上管，若若都这样了，你还黑她？公关部建议让若若保持这个形象，能挽回一部分舆论。另外，股东那边需要您亲自去安抚。知道了。阳光明媚，宋芝蹲在自家大棚边，看着父亲宋大刚给蔬菜浇水。宋芝掏出来一看，朋友发来一条链接，快看，有人扒徐若若了。宋芝点开匿名论坛帖子。手机屏幕上是一个匿名论坛的爆火帖子，扒一扒善良假千金的真面目。大学时期，徐若若曾霸凌同宿舍女生，导致对方抑郁退学。工作后多次抢下属项目成果，还反手把人家开除。去年慈善晚宴，他捐的20万用的是公司公关经费，发票还在财务部。上个月，他让助理连续1周熬夜帮他写述职报告，最后只给了100块红包。卧槽，真是实锤了吧！霸凌、抢功劳、假捐，这他妈是毒妇吧？我说呢，他在公司怎么可能真那么柔弱？
徐家父母眼瞎实锤。我是徐氏前员工，匿名说一句，徐若若在公司真的特别能装，对上级柔弱，对下级刻薄，方案都是别人写的，功劳全是他的。嘉义，我被他开除了，就因为我知道他报销单造假。他那个跳楼，我怎么觉得是演的呢？细思极恐。嚯，这是把老底都给人掀了啊！宋芝退出论坛，切回微博。徐若若那条道歉微博底下，已经有人把帖子链接贴过去。小姐姐，解释一下，霸凌是怎么回事？抢功劳是真的吗？所以跳楼也是自导自演。徐若若还没回复，但微博首页突然挂出一张律师函，针对近日网络不实言论，已委托律师处理，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评论区分成两派，吵成一片。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喂，宋芝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买水军黑若若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大妈，你打错了，我这儿是宋记烧烤订餐热线，要订做吗？包间最低消费8888。宋芝，你不订啊？那挂了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顾总，我联系了徐若若小姐大学时期的同学，霸凌的事是真的，她还保留着当时的录音。另外，徐氏财务部的前员工也证实了假捐款的事。他说徐若若小姐经常用公关经费报销个人消费，金额不小。顾总，还要继续查吗？跳楼那天顶楼的监控调到了吗？徐总那边说监控坏了。坏了？是，物业说是线路故障，那天的录像都没了。行了，你出去吧。景池，姐姐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？我真的好难受。别多想，好好养生。顾景池点开通讯录，找到宋芝的号码，指尖悬在拨号键上，犹豫了几秒，最终还是没有按下去。宋芝。3天后，店里来了个快递，牛皮纸信封，烫金火漆印，编着死沉。拆开一看，是2张暗红色的结婚请柬。芝芝，若若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作为姐姐出席她的婚礼，见证她的幸福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妈知道你有委屈，但若若都这样了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她，成全她吧，妈求你了。啥玩意儿？啥东西呀？请柬，徐若若和顾景池的。还真有脸请你，不去？对，不去。不过闺女，妈琢磨着，要不咱去啊？哎呀，你听妈说，咱去不是给她面子，是去打脸。妈给你整身最贵的行头，翡翠项链、爱马仕包，还咱家那辆劳斯莱斯去，气死他们！妈，你啥时候买的劳斯莱斯？上个月，你爸说谈生意得有排面，就提了一辆，还没开过呢。不去，看见他们就膈应。行，听闺女的。不过那请柬别扔，留着万一有用呢。宋芝没捡，垃圾桶里暗红色的请柬刺眼的躺在烂菜叶上。晚上刷手机，同城新闻推送徐氏千金专访，只求姐姐一生祝福。我只希望姐姐能来，得到她的祝福，我才能安心嫁给景池。毕竟是我抢了她的人生，如果姐姐不肯原谅我，那我这婚结的也不安心。若若小姐姐太善良了，哭死我了。真千金也太狠心了，妹妹都这么卑微了，还不松口。圣母又来了，她抢了人家23年人生，装个可怜就完了。可是若若也不知道自己是报错的啊，她也是受害者。只有我好奇真千金到底去不去嘛？真能演。看夜搜了吗？徐若若又上去了。网友现在分2派，一派骂你狠心，一派要你千万别去。你去吗？不去。支持。去了就是给他脸。1个月够他们折腾的了。婚礼前1周，店里刚开门，还没上课。徐父穿着西装，面色憔悴地走进店里。宋芝，徐总，吃饭里边请，谈事免谈。你必须来参加婚礼，否则媒体会说徐家不和，影响集团声誉。关我屁事！只要你来，我给你徐氏集团1%的股份，不多，但够你一辈子吃喝不愁。1%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我家烧烤店一天流水都不止这点。宋芝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徐家肯给你股份是看得起你啊，那您还是别看得起我了，我受不起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来不来？不来。好，你若不来，我就让你养父母的烧烤店在东北开不下去。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家店关门。哎呦，可把我吓死了！徐总，您慢走，不送。饭桌上，一家人围坐，宋芝一边啃排骨，一边把白天的事当笑话讲。爸，你猜今天谁来了？徐家那个爹说要给我1%股份，让我去参加婚礼。我说不去，他威胁我说让咱家店在东北开不下去。啥玩意儿？他敢欺负我闺女，老子让他徐氏在东北的生意全黄。
哎呦，你坐下，急啥？我能不急吗？都欺负到闺女头上了，还威胁咱家买卖，真当我宋大刚是吃素的？喂，老张，是我。徐氏集团在东北是不是有3个项目？对，物流园、商场、食品厂，你跟他们熟？行，帮我递个话。喂，李总，我宋大刚，徐氏那个物流园，你是不是有股份？撤了。对，现在撤。为啥？他欺负我闺女。老王啊，是我。徐氏商场那个供货断了吧？对，违约金我出。谢谢了啊，回头请你喝酒。一连打了7、8个电话，宋芝在旁边看着，目瞪口呆。闺女，放心，3天之内，他那3个项目全得黄。在东北这片地儿，想动咱家买卖，他还没那个本事。听见没？你爸给你出气，快吃，吃完妈带你买衣服去。下个月婚礼，咱得穿最贵的去。妈，我真不去。去？为啥不去？他愿威胁，咱愿得去。不光去，还得风风光光去，气死他！行吧，去就去。婚礼前一天，徐氏集团的电话被打爆了。徐总，东北那个物流园，张总突然撤资了。徐总，商场的供货商全断了，说违约金他们付。徐总，食品厂的合作方要解约，说咱家风不正，影响品牌形象。为什么？之前不是谈得好好的吗？他们说是宋大刚递的话。宋大刚？对，就那个真千金的养父，他说您欺负他闺女，这生意做不下去了。爸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。东北3个项目全黄了，是宋芝，一定是他搞的鬼。爸，是不是姐姐生气了？我去求她，我去给她跪下，只要她能消气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不用了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要结婚。爸，出去。门关上后，徐父瘫进椅子里，盯着桌上那张全家福。照片里，徐若若搂着他和徐母的脖子，笑靥如花。那时候他6岁，刚被查出不是亲生的。我错了吗？婚礼当天，宴会厅内金碧辉煌，宾客衣香鬓影，低声谈笑，目光却频频瞟向入口。真千金到底来不来啊？不知道，请柬是发了，但听说那边一直没回音。要我说就别来，多尴尬啊！徐若若不是专访里哭得稀里哗啦，说姐姐不来她婚都结不安心吗？戏真多。休息室内，徐若若穿着镶满碎钻的定制婚纱，坐在轮椅上，手指紧紧攥着裙摆，脸色苍白。若若，放松点，今天你是最美的新娘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。妈，姐姐真的不来吗？不来就算了，她那种野丫头来了也是丢人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今天是你和景池的大日子，谁都不能破坏。妈已经安排好了，保安在门口盯着，她要是敢来闹事，直接嫁出去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来啊！来了，我才能演好这场狠心姐姐羞辱残疾妹妹的大戏。若若，时间到了，该出去了。徐母推着轮椅，将徐若若缓缓推向红毯尽头的顾景池。真可怜，听说腿好不了热，一辈子坐轮椅。顾家还能娶她，也算有情有义了。徐若若听着议论，头垂得更低，手指悄悄松开了攥紧的裙摆。成了，所有人的同情都在我这边。顾景池先生，你愿意娶徐若若小姐为妻？我愿意。徐若若小姐，你愿意？我愿意。现在，请新郎新娘交换。宴会厅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狠狠踹开，巨响震的水晶灯都在晃。卧槽，花圈！恭喜啊！我这当姐姐的特意从东北定制的花圈啊，不，花篮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锁死，千万别离，毕竟一个眼瞎，一个心黑，绝配。宋芝，你适可而止。我咋了？妹妹不是哭哭啼啼说我不来她姐不安心吗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感动不？姐姐，你能来我就很开心了，谢谢你的祝福。说完，虚弱的靠向顾景池，闭上眼睛，像是感动到晕厥。若若，宋芝，你把若若气晕了，你这个……哎，打住，晕了，没事儿，我带了急救队。来，给新娘子看看是真晕还是假晕？要扎针吗？我这儿有最粗的针头。徐若若眼皮猛地一颤，死死攥住顾景池的袖子，却不敢醒。宋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来送祝福，顺便跟各位唠唠嗑。各位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宋芝，徐家真千金。哦，不对，钱真千金。毕竟徐家让我扫厕所，这亲我断了。但今天妹妹结婚，我得来啊！毕竟她为了留住爸妈，都能自导自演跳楼，摔断腿装瘫痪，这演技这狠劲儿，我不来捧场，对得起她吗？自导自演跳楼装瘫痪什么意思？
我就说那跳楼太巧了。宋芝，你在胡说八道，我就叫保安了。叫啊，正好让保安听听你家宝贝女儿是怎么算计亲姐姐的。对了，各位知道徐若若霸凌同学抢功劳假捐款的事吗？不知道，上网搜啊，热搜挂着呢。还有，你们知道徐家为了逼我来婚礼，拿1%股份利诱，还威胁让我家烧烤店开不下去。可惜啊，我家店没黄，他徐家在东北的3个项目先黄了。为啥？因为我爸宋大刚说了一句话，在东北欺负我闺女就是不行。全场落针可闻，徐父浑身发抖，徐母瘫软在椅子上。姐姐，你为什么非要这样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错在太贪、太毒、太能演，还错在以为所有人都像你那对瞎爹瞎妈一样好糊弄。行了，祝福送到了，嗑也唠完了，最后给新人送首歌吧，来，音乐，姐妹儿，舞起来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打开了家门。全场嗨了，年轻宾客跟着拍手打拍子，年纪大的捂着心脏要晕过去的模样。保安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咋的？想动手？我们东北姑娘一人能干翻仨，试试。徐总，这滚，都给我滚！好了，撤。百年好合啊，一定要锁死，别出来祸害别人，哈哈哈！在呼啸声和好日子的余音中，宋芝带着姐妹团扬长而去。香槟塔倒了，玫瑰花踩烂了，宾客表情各异，婚礼彻底毁了。徐若若坐在轮椅上，捂着脸痛哭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姐姐来的，我不该。”若若不哭，不哭，妈在。徐父站在原地，看着满场狼藉，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。踉踉跄跄往外走，背影佝偻，像一瞬间老了10岁。休息室里，徐若若还在抽泣。景池，你听我解释，姐姐她真的误会我了。顾总查到了，徐若若小姐跳楼那天，顶楼监控不是坏了，是被人为删除了，删除记录指向她的助理。另外，她大学霸凌的事是真的，我联系到了受害者，她愿意出面作证。你别生气，今天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坚持让姐姐来。徐若若跳楼那天的监控是你删的吗？我不知道，监控不是坏了吗？霸凌同学、抢功劳、假捐款都是误会吗？我是姐姐陷害我。陷害你？宋芝那时候还在东北扫大街，她怎么陷害你？徐若若，你今天是真的希望她来祝福你，还是想让她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演一场戏，让她坐实狠心姐姐的罪名，让你永远站着道德的制高点？徐若若瞳孔骤缩，所有辩解都卡在喉咙里。婚礼继续，但徐若若，从今天起，你好自为之。他转身离去。徐若若气得手指死死抠着轮椅扶手。婚礼闹剧的视频当晚就炸了全网，各大平台热搜前10有7个都是这事儿。东北姐妹团婚礼扭秧歌，徐若若装晕，真千金爆料假千金自导自演跳楼，徐氏集团股价暴跌，顾景池婚礼现场黑脸。花圈祝福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唢呐版。我头笑掉了，真千金是来砸场子的吧？花圈扭秧歌，好日子，这姐们是懂节目效果的。徐若若那个晕倒演得太假了，眼皮都在抖。只有我注意到顾景池的眼神吗？他好像开始怀疑了。徐家这次彻底成笑话了。所以跳楼真是自导自演，细思极恐啊！坐等实锤。实锤来得很快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一个匿名账号甩出了惊天大瓜：徐若若跳楼真相，监控加聊天记录加诊断书造假，全部实锤。动作干脆利落，没有半点犹豫。我算好了，从那个位置跳下去，正好掉气垫上，最多骨折。你疯了吧？万一偏了呢？不会，我量了3遍，骨折正好，能博同情，还能让全家恨死宋芝。你太狠了！不狠怎么行？那个土包子一回来，爸妈眼神都变了，我必须让他们觉得是他逼死我的。跳楼前记得把药瓶摆旁边，显得更像。我操，真是自导自演！算好了，掉气垫上，这女人太恐怖了吧？装抑郁，买诊断书，这是诈骗吧？所以腿也是故意摔断的，就为了陷害真千金。
之前那些黑料看来全是真的了，霸凌、抢功劳、假捐款，这他妈是毒妇啊！徐家父母眼瞎到地心了，顾景池实惨，娶了这么个玩意儿。只有我好奇匿名爆料是谁吗？这锤太硬了，还能有谁？真千金北，报仇来了！干得漂亮！徐家别墅内，气氛降至冰点。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假的，是 P 的。老徐，这一定是宋之陷害若若的，对吧？陷害，监控是陷害，聊天记录是陷害，转账记录也是陷害。他宋之有那么大本事，能伪造这么多东西？大门推开，徐若若坐着轮椅进来，脸上还挂着练习过无数次的温柔笑意。爸妈，我回来了，婚礼那边后续都处理好了，你们别担心。徐若若，你自己看。不是的，这是假的，是姐姐陷害我，她恨我，她恨不得我死，这些都是她伪造的。伪造？那你说跳楼那天，你为什么提前半小时上楼？我心情不好，想吹吹风。吹风需要拿着手机测量位置。我在自拍。自拍需要助跑跳楼。徐若若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老徐，你冷静点。若若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她那么善良。善良？你自己问问她。大学霸凌是不是真的？抢功劳是不是真的？假捐款是不是真的？那些帖子里的聊天记录、转账凭证，全都清清楚楚。你还要护着她到什么时候？若若，你告诉妈，那些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徐若若看着两人，突然笑了，笑声戛然而止，脸上的柔弱可怜瞬间褪去，只剩下冰冷和讽刺。假的？真的又怎么样？霸凌？谁让他抢我男朋友？抢功劳？那些废物本来就不配。假捐款？公司的钱不就是我的钱？我用点怎么了？跳楼？对，是我自导自演的。我算好了位置，买了诊断书，就为了让你们恨死宋之。怎么了？不行吗？若若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一直都是这样，是你们自己眼瞎，非要觉得我善良柔弱。我装了23年，装得好累啊。现在宋之回来了，你们眼神都变了，开始对他愧疚了。凭什么？我才是徐家养了23年的女儿，那个土包子，他配吗？徐母看着他的脸，听着他的话，浑身发抖。你打我！你为了那个土包子打我！滚！你给我滚！徐家没有你这种恶毒的女儿。行，我滚，但你们记住，是你们先不要我的。对了，爸妈，这些年我偷偷转走公司账上大概2000万吧，就当是你们养我23年的报酬了，不用谢。秀英，喂，120吗？我这里有人心脏病发，地址是……顾总，徐夫人心脏病发，进医院了。徐若若小姐失踪了，她名下几张银行卡这几天有大额取现，加起来大概2000万。徐总在医院守着，公司那边已经乱套了。顾总，婚礼的事，媒体还在追问要不要取消，所有婚约相关的合作、宣传全部取消。对外就说因性格不合，和平解除婚约。是。等等，查一下宋之现在在哪儿？宋小姐，她应该回东北了。订机票，现在就去。东北的傍晚，夕阳正好。松之蹲在自家大棚里，摘着红彤彤的西红柿，手机在兜里震个不停。他掏出来看了一眼，几十个未接来电，徐父、顾景池，一堆陌生号码。徐若若人设彻底崩了。实锤帖你看了吗？太狠了！徐母心脏病发进医院了，顾景池取消婚约了。你现在是全网最爽女主。她把手机关了静音，继续摘西红柿。宋之，顾总有事？对不起，以前的事儿是我眼瞎，误会了你，伤害了你。我查清了，所有事都是徐若若自导自演，我不该相信她，更不该那样对你。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晚了，但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。然后呢？然后道歉我收下了，人情滚。宋之，你就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吗？顾景池，你道歉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自己错了，还是因为你发现徐若若是条毒蛇，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土包子？顾景池僵在原地，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
如果你今天查到的是我真的恶毒，真的欺负徐若若，你还会来道歉吗？你会不会觉得你之前对我做的所有事都是理所应当？所以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。你的道歉我不稀罕，你的弥补我更不需要。现在从我家地里滚出去，别弄脏我的西红柿。说完，宋芝转身进屋。他不是后悔，他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被徐若若骗了3年，不甘心发现他曾经看不起的我，其实根本不需要他的施舍，活该。1个月后，徐氏集团彻底垮了，股价腰斩，合作伙伴集体解约，银行天天催贷，徐父一夜白头，徐母躺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，瘦得脱了形。宋记烧烤完成 B 轮融资，估值突破50亿，或成东北餐饮第1股。宋芝太牛了，从保洁千金到烧烤女王。听说他家黑土地的有机农产品，现在直供北上广高端超市，供不应求，身价早就超过徐家了吧？徐家现在好像快破产了，活该，当初怎么对人家的？所以真千金才是真豪门，假千金和徐家才是破落户。笑死，这反转绝了。老徐，芝芝怎么样了？他很好，比我们好。我想见他，我想跟他说对不起。他不会见我们的，我们当初那么对他，他恨死我们了。不会的，我是他妈啊，他身上流着我的血，他会原谅我的。我去找他。什么？我去找宋芝，我去求他，跪下求他，只要他能救徐家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下午3点，店里已经坐了一半人。宋芝在柜台后对账。喂，宋总，门口有俩人说要见你。谁？说是你爸妈。让他们走。说了不走，赖在门口，说不见你就不走。报警。报了，警察来了，但其中一个老太太有病，坐着轮椅，警察说不好强制带离。我出去一趟。宋总，我跟你一起。不用。黑色劳斯莱斯缓缓开到店门口，看热闹的人自动让开一条道。徐父看见车，眼睛一亮，推着轮椅冲过来。芝芝，二位有事儿？芝，妈错了，妈被猪油蒙了心，妈不该那么对你，妈该死。他挣扎着想从轮椅上站起来，但腿脚无力。徐父赶紧扶住他。芝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徐家要完了，只有你能救，我们知道错了。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跟我们回去好不好？徐家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我们立遗嘱全给你。说完了，说完就走吧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芝，妈给你跪下了，妈求你了，原谅我们吧。妈当初不该让你扫厕所，不该骂你灾星，妈错了。卧槽，真跪了！这老太太也太……搞干嘛去了？现在知道求了？真千金会心软吗？心软个屁！要我也不原谅。芝，爸爸也给你跪下，你救救徐家吧。徐家是爷爷一辈子的心血，不能毁在我手里啊！起来，芝，你原谅我们了。不，我是说，别跟我这样苦情戏。当初让我扫厕所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当初骂我灾星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当初为了徐若若一次次羞辱我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我们当时是被若若骗了，被骗了。徐若若演技好，我承认，但你们眼下心忙也是事实。现在她跑了，徐家要完了，你们想起我这个亲女儿了，把我当什么？备用血包，救命稻草。抱歉，我不伺候。服务员，这俩要饭的，给俩烤串，打发走。给，趁热吃，吃完赶紧走，别挡着我们做生意。徐父看着手里的馒头片，手直抖。徐母突然捂住胸口，大口喘气，脸色发紫。宋芝，她是你亲妈，你真要这么狠心吗？徐先生，当初你让我滚出徐家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是我亲爸？送他们去医院，憋死在我店门口，医药费我出，就当是还了生恩，还了生恩，就再也不欠了。宋芝一个人坐在后院的台阶上，手里拿着一个西红柿，没吃，只是捏着。夜风吹过黑土地，带着泥土和庄稼的味道。李芳红端着2杯热牛奶走过来，在她旁边坐下。闺女，听说今天那俩来了，哭了没有？妈知道你没哭，但你心里不好受。宋芝没说话，沉默了几秒。妈，我今天跟他说，医药费我出，
就当还了生恩啊。可我生下来，他们就把我扔了，是你们把我养大的，生恩早就还完了。傻闺女，你不欠任何人的，听见没？有些债不是钱能还清的，有些恩也不是钱能算得清的。徐母的情况急转直下，宋芝终究还是去了医院，不是为了原谅，只是为了告别。芝，妈妈错了，下辈子，妈妈一定好好疼你，把这辈子欠你的都补上。宋芝看着他没说话，慢慢抽回手。没有下辈子，这辈子你选择徐若若的时候，我们母女的缘分就尽了。今天来是替生恩送你一程，不是原谅。芝，你好好养病，医药费我付了，护工我也请了，他们会照顾好你。我走了。芝，你别走，妈求你再看妈一眼。宋芝脚步没停，走出病房，关上门，把哭声关在身后。徐父红着眼眶追了出来。芝，你等等，芝，徐家真的完了，银行要查封公司，房子也要拍卖了，你能不能帮爸爸？宋芝看着他，这个曾经高高在上让他滚出徐家的男人，现在低声下气求他帮忙。徐家和我无关，不过我可以给你指条路。你说把徐若若找回来，她不是最孝顺吗？不是最爱你们吗？让她救徐家。对了，提醒你，你宝贝若若卷走的那些珠宝里，有徐家那枚祖传翡翠戒指，你妻子的嫁妆，徐家传家宝，价值1000万。报警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养了23年的好女儿，临走前把你家最值钱的东西也顺走了，现在你是人财两空。徐总，好自为之。闺女，难受不？不难受，就是觉得没意思。他们折腾了一辈子，算计了一辈子，最后落到这个下场，图啥呢？有些人啊，心不正，路就走歪了。咱不管他们，过好咱自己的日子。空气里充满自由的味道。3天后，宋芝坐在院子里，看着远处黑土地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徐夫人今天凌晨走的时候很平静。徐先生问：“葬礼您来吗？”不来，但葬礼费用我出，就当是送他最后一程。好的，宋小姐。宋芝挂断电话，继续看着黑土地。今天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，是个适合上路的好日子。葬礼寒酸至极，没有司仪，没有鲜花，只有寥寥几个亲戚。就在棺材即将被推进火化间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喊：“妈！”所有人回头，徐若若一身黑衣，长发披散，跌跌撞撞地冲进来，扑通跪在棺材前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妈，女儿不孝，女儿来晚了，你怎么不等我？你不是跑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听说妈病重，就赶回来了。我再怎么错，她也是养了我23年的妈啊，我不能不送她最后一程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别赶我走。妈不在了，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。徐父低头看着这个他宠了23年的女儿跪在他面前，脑子里全是宋芝那句话：他卷走了徐家传家宝，价值1000万。报警了吗？若若，你先起来。爸，以后我哪儿也不去了，就陪着你。徐家没了，我不在乎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。我们一起把妈送走，然后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他抬头看向门口，2个警察不知何时站在那里。徐若若背对着门，没有发现。爸，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。若若，爸，警察来了。徐若若女士，你涉嫌盗窃徐家价值1000万的珠宝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翡翠戒指在你住的酒店保险柜里找到了。另外，你涉嫌伪造抑郁症诊断书，骗取徐家财物以及商业欺诈，数罪并查，请吧。爸，是你报警的，我是你女儿，你报警抓我。女儿，我的女儿只会偷我家传家宝，只会装病骗钱，然后一走了之。徐若若，你配吗？徐若若死死瞪着他，突然发出一阵癫狂的大笑，哈哈哈！好，你们徐家没一个好东西，我装了23年，伺候了你们23年，最后就这个下场，我呸！别废话，走。
徐正国，你知道吗？我亲妈当年是故意把你女儿换走的，因为她恨你，恨徐家。她说要让你们的亲生女儿在穷人家受苦受罪，让你们把一个野种当成宝贝宠一辈子。现在看她成功了，你的亲女儿恨死你了，你这辈子注定孤苦伶仃，无人送终。哈哈哈哈哈！徐若若大笑着被押走，笑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。远房亲戚们面面相觑，悄悄退了出去。告别室里只剩下徐父一个人和一口冰冷的棺材。秀英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们养了23年的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们亏欠了23年的又是什么？报应啊，都是报应。徐若若在拘留所待了7天，第8天她被取保候审，条件是归还盗窃的珠宝，并配合调查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在里面想了7天7夜，我以前做的那些事不是人干的，我鬼迷心窍，我狼心狗肺。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别不要我，妈不在了，我就剩你了。我愿意把一切都还给姐姐，徐家的钱、股份、房子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陪在你身边，给你养老送终。她哭得情真意切，字字泣血。徐父弯腰扶起她，先回家吧。徐家老宅客厅，屋内空荡荡，能卖的家具都已变卖。徐父坐在旧沙发上，徐若若挨着他坐下，握住他的手。若若，徐家就剩这栋老宅和最后一点股份了，银行天天催债，我撑不了几天了。爸，别怕，还有我认识几个朋友做投资的，说不定能帮忙。真的？我明天就去联系。好，若若，爸爸现在就剩你了，只要你肯帮我，以后徐家的一切都是你的。爸，我不要家产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。父女俩抱头痛哭，场面看似感人，但徐父的手悄悄按下了录音笔的开关。第2天，徐若若开始疯狂联系所谓的投资人，试图变卖早已抵押给银行的股份和被冻结的老宅。王总，我爸现在真的很难，您能不能帮帮忙，买下徐家那点股份？价格好商量，只要能救急。李哥，老宅您看看有没有兴趣？地段好，虽然旧了点，但翻新一下，价值能翻倍。是，我知道现在徐家风评不好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！您放心，只要你买了，我保证后续不会有任何纠纷。他不知道这些投资人里有2个是徐父安排的，他更不知道徐家那点股份早就被抵押给银行了，老宅的产权也早就被冻结了。他现在卖的是一堆废纸和一套根本过户不了的房子，但他不知道，他还在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能最后捞一笔，然后远走高飞。宋芝在柜台后对账，门推开，顾景池走进来。顾总，有事？徐若若联系我，想让我买徐家股份。他说他有办法逼你接手徐家的债务。所以顾总这是大义灭亲。我只是不想一错再错，需要我作证的话，我可以出面。行，录音我收了，不过用不着你出面。徐家那点破事，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。你就不怕徐若若真把债务推到你身上？顾总，你是不是忘了我姓宋不姓徐？徐家的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法律上、道德上、情理上都挨不着。他徐若若就是闹上天，这债也落不到我头上。你比我想的清醒得多。不然呢？像你一样被徐若若骗得团团转，最后人财两空。行了，录音我收下了，没别的事就回吧，我忙着呢。顾景池站着没动。宋芝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没有徐若若，没有徐家那些破事，我们会不会？不会，顾景池，咱俩从来就不是一路人。你喜欢的是徐若若那种会装可怜，能衬托你英雄气概的小白花。我这种暴脾气，你看不上，我也瞧不起你，所以别给自己加戏了，慢走不送。宋芝按下录音笔播放键，徐若若的声音传出来：景池，你就帮帮我爸爸，徐家那点股份你买了也不亏，等我拿到钱我就去国外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对了，我有个办法能让宋芝不得不接手徐家的债，他不是心软吗？我爸去求他，他肯定会答应的，到时候债务是他的，钱是我们的。徐若若啊，徐若若，都这时候了还在做梦。3天后，徐若若带着一个憨厚的中年男人走进老宅，桌上摆着厚厚的合同。爸，这是赵总愿意出800万买咱家股份和老宅。谢谢赵总雪中送炭。徐总客气了，我也是看若若小姐孝顺不容易。爸，快签吧，签了800万就到账了。徐父拿起笔，手微微颤抖。他看了一眼徐若若藏不住的贪婪，低下头在合同上签下名字。徐若若刚拿起笔，不许动！你们干什么？徐若若，你涉嫌合同诈骗、非法转让、冻结资产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没有，这是我家的房子，我家的股份。
警察同志，这是证据。他明知股份和老宅已被抵押冻结，仍故意出售骗取钱财。这是我们的对话录音，这是资产冻结文件。爸，你害我！是你自己害自己。我给过你机会，可你呢？卷走传家宝，一走了之。现在又回来，想骗走徐家最后一点东西。徐若若，你的心是黑的。老东西，我跟你拼了！带走。徐正国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声音渐行渐远，徐父站在原地，看着空荡荡的门口，手里的录音笔还亮着红灯。随后，他像被抽干利器般缓缓瘫坐在地上。徐若若入狱前要求见我最后一面。宋芝，你赢了，高兴吗？我从没把你当对手，你的人生从你选择用谎言和伤害来维系时就已经毁了。我本来可以一辈子是徐家大小姐，是你毁了这一切。徐家破产了，你爸现在租房子住，你出狱后好好打工还他欠的债，毕竟你是他唯一的女儿。宋芝走出监管所，阳光刺眼。李芳红靠在车旁，手里捧着个烤红薯。闺女，完事了，回家，妈给你炖酸菜粉条。回家。3个月后，宋记烧烤上市敲钟，宋芝站在台上，自信耀眼。台下，顾景池眼神复杂地看着他。庆功宴上，宋芝被众人簇拥，顾景池端着红酒走过来。宋芝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顾总，我跟你开始过吗？你不过事儿，我那便宜妹妹的未婚夫，一个眼盲心瞎的路人甲。我现在的人生很好，有爱我如命的爸妈，有蒸蒸日上的事业，有万亩黑土地，有吃不完的烧烤。至于男人，不缺，更不稀罕渣男回收。这时，一位年轻帅气的农业博士走过来，自然地揽住宋芝的肩。宋总、李总他们等你碰杯呢。失陪。宋芝与博士并肩离开，融入欢呼的人群。顾景池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曾经被他视如婢女，如今却高攀不起的明珠，满脸悔恨与苍白。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，而有些人注定要在黑土地上活成最耀眼的太阳。